嗨，baby 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甜。相信大家最近吃瓜吃得很开心。这几天，先是周扬青宣布和罗志祥分手，分手的原因是他看了罗志祥的手机，发现他和女生约炮，还发现他有一部专门用来撩妹的手机。说他和旗下女艺人和化妆师有不正当关系，罗志祥这边火速道歉。目前最新的进展是，大家纷纷出来站队的站队，道歉的道歉。近几年流行锤渣男，但是这个锤的手法各有不同。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锤渣男的分手文案应该怎么写呢？一，你手里一定要有实锤，这是决定性的因素。为什么罗志祥这么快认怂，连发2条道歉，态度这么诚恳呢？吃瓜群众纷纷猜测，应该是周扬青手里有实锤，而且是罗没有办法反驳的那种。所以罗这边采取的手段是快速平息这一切，诚恳道歉就完事了。我建议娱乐圈所有艺人不要像罗志祥一样，快勇敢的反驳周扬青，这样周扬青甩出证据，我们就可以吃瓜了呀！我真的是很想知道周扬青手里到底有什么实锤。参考一下其他态度很嚣张或者事故甩锅的男明星，结果被妹子们锤的样子。如果罗态度差点，不要挡了姑娘的好姻缘，呵呵，辛苦营销号造谣我，就会变成驱除销。如果罗甩锅不承认自己出轨，感情之初因我而起，作为男人是我没有保护好他，请停止造谣与攻击，就会变成陈翔，或者是选择和周正面硬刚，把爱情拿出来撕，很不堪。估计就是2017年的薛之谦了吧。蛙妹不禁想起2017年李雨桐的雷神之锤，李姐简直是锤锤到位，并且为我们贡献了1个多星期的吃瓜素材。当年李雨桐这边也非常贴心，周末说让大家休息就不放瓜了，自媒体工作者留下了开心的泪水，可这却苦了吃瓜群众。当年网友有分析聊天记录 P 图的，有整理录音文字版的，有拿起计算器算账的，真的是非常精彩。薛李大战完全可以做一期视频呢。求锤得锤梗的来源是2017年薛之谦宣布和前妻高磊鑫复合，当初网络一片祝福，舆论都是哇，他真的是个好男人，破镜重圆加深情人设。突然一个女模特李雨桐跳了出来，她十分不平，说她是薛之谦的前女友，被薛算计骗财骗色。网友说是吗？我不信，你没有证据。李雨桐就连续祭出3锤，首先是拿出合同证明自己和薛各占1半公司股份，李雨桐的亲友还贴出了2人的合照，证明2人曾经的亲密关系。有粉丝跳出来质疑，你在微博说他没有管过淘宝店，难道你忘记当初他去泰国选蜜六的时候发生车祸了吗？泰国车祸是吧？李雨桐立刻递上第2锤，说他和薛之谦在泰国发生了车祸，薛第一时间联系经纪人报道他出车祸的新闻。另外，李雨桐指出，薛微博发出的受伤图片最严重的那张是李雨桐的。这个锤指认薛之谦卖惨炒作，对大众说谎，毁掉了他之前的励志人设。当年这名粉丝求锤得锤，所以他的微博评论区变成了许愿池，吃瓜群众纷纷在下面留言许愿。最后李雨桐寄出了薛之谦和李爸爸的录音，在录音中薛说到，一和李雨桐在一起的时候，薛是已婚的状态，但他承诺会和高磊鑫离婚。高提出要1套房子才能离婚，薛承认了李有出钱帮忙买房。3，李怀孕之后，薛又说和高没法离婚，因为高不肯离婚，离婚就曝光薛，所以薛要求李打胎。这次直接锤掉了薛之谦在大众心中深情的形象。李雨桐非常聪明，他了解薛之谦在大众面前塑造的人设，所以他就照着薛之谦的人设狂锤。第2，条理清晰有逻辑。你手里有了实锤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让吃瓜群众知道这个渣男做的恶心事，并且传播的越广越好。那么你就要先讲清楚整件事情，新闻5要素啊，何时何地何事何因何人。反例就是赵格格，她是个艺人模特，和男艺人张超谈恋爱。张超是当年加油好男儿的第5名，最近演过的电视剧有独家记忆。妹子怒发好几条微博直指张超劈腿，但他写的非常混乱，比如这几张聊天记录的顺序都放错了，而且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，很水，我读起来很痛苦。如果你男朋友带着别人去打胎，请记得相信他，相信他是清白的。所以究竟是谁去打胎？是你还是小3、小4、小5、小6？事情都还没理清楚，就夹杂了很多自己的私人情绪。煞，写的真煞。
最后一张看起来有理有据的锤人图，还是有人整理发给他的。这里重点表扬阿庆，去年网红阿庆锤男朋友刘洋和小三办丧生礼的事件，详细写了如何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出轨的全过程，让人一目了然。从两人打车住酒店，再到渣男转钱给小三买药，再到偷拍两人一起下楼散步、点外卖等等，根据时间线全方位365度展现了一个渣男出轨的过程。整理了聊天记录的同时，还帮你画出重点，方便你阅读理解，棒棒。第3，渣男的金句，你要撕重点，你要让观众印象深刻。这个男的究竟做了什么令人发指的行为？必要的时候，你要写出渣男的金句。对，你要引起吃瓜群众，特别是被分手、被劈腿的女生们的共鸣。他说：“摸我的身体，就像摸自己。”哇，听到的时候是不是拳头硬了？如果没有渣男金句的话，实在不行就是好笑出圈、有记忆点的梗。周扬青前面还在深情的说他和罗志祥之前的甜蜜，后面话锋一转，说罗志祥约。更过分的是，你和你的朋友还会经常举行正常人无法想象的多人运动。我每天和你半夜3、4点才讲晚安，难道你为了约都不睡觉的吗？所以现在多人运动、时间管理和罗志祥的黑眼圈已经成了互联网的梗，恐怕是要贴在罗身上一辈子了。4，立起自己的人设，加点真情实感。阿庆一下子让大家对网红的好感度 biu 上升，还树立了一个专业干练的形象。周扬青撕罗志祥并没有涉及其他女生，撕他的原因是觉得罗和他交往的时候居然还和其他女生约，并指出了罗和他的兄弟们对女生的不尊重，表示如果只是性格不合会和平分手。但自己曝光罗志祥是为了防止多个女生被骗，对和罗志祥约过的女生们的态度是他们也是受害者，可能受到了罗的欺骗，专撕渣男这点拉了很多好感。最后还说这9年和你在一起我不后悔，我不难过，因为你一点都不值得，立刻塑造出了老娘拿得起放得下的傲娇姿态。分手分得特别有体面，简直就是新时代女性的典范呀。最后就是我们的总结时间。周扬青他们手撕成功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有钱，比如阿庆，她的男朋友刘洋还是靠和她秀恩爱才出名的。出轨事件曝光之后，公司迅速放弃了这位哥。比如李雨桐，她和薛之谦一起做生意；比如周扬青，她家就更有钱了。所以经济独立真的很重要，真的要赚钱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朋友圈，才有底气资本和渣男摊牌。比如天猫总裁蒋凡的夫人爆料詹代影视小三，结果被微博和谐了。其次，对象出轨，你一定要收集好证据，实锤很重要。网友在不知道真相的时候，经常因为1、2句谣言而轻信他人。就算你之后和渣男和平分手，或者打算重归于好，也要留一手。比如当时和朋友吐槽渣男出轨的聊天记录，特别是渣男出轨的证据，对方日后把脏水泼在你身上，或者是洗白自己反咬你一口，你就可以甩出证据打渣男的脸。其次，表达能力要强，他们都是网红，需要卖货，所以锻炼出了强大的文案能力。你看周扬青甚至还帮罗志祥写文案，有逻辑，再加点真情实感，分分钟引起广大女生的共鸣。同志们，现在作文练起来。最后有趣的一点是，周扬青手撕罗志祥这件事情还是引发了争议。Hebe 在网上觉得这种行为不该被提倡，他转发并赞同了一篇博文，上面的观点是用网络人身攻击的行为不是讨回感情公道的好办法，这属于私人情爱纠葛。他觉得会对孩子们产生不良的影响，以后大家会采用网络舆论的方式控制别人，甚至举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。我并不赞同他的说法，面对被劈腿、被分手，有的选择大度原谅，有的选择曝光渣男，这是每个人的不同选择。所以我受到伤害、被劈腿、被骗钱，我为什么不能主动为自己争取权益呢？周扬青和罗志祥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本来有结婚的打算，却发现罗志祥这边有道德的问题，这就不对了吧？你想做浪子可以开诚布公一点，但你既想拥有一个稳定贴心的女友，又想要去外面不停的寻找刺激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你这不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？周撕罗合情合理，而且这次周扬青的做法很大气。分手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，特别是要结束自己9年的感情，完了还要描述自己过去的一段失败感情。
撕开自己的伤口，展现在别人的面前，本身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，还有可能面临荡妇羞辱。但我们要意识到，其实这并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。我觉得这次周扬青是一个正面的例子，她大大方方的说了这件事情，勇敢的结束了这段感情，并承认自己曾经瞎了眼，就算是被欺骗过，我及时止损。虽然被伤害了，但没有自怨自艾，依旧相信自己会遇到美好的爱情。这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引导，这恰恰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爱情观呀。好了，今天挖妹就讲到这里，一定要推荐、收藏、点赞3连支持挖妹哦，挖妹在这里等你哦。